现在是要准备第3次的考核了，以后的身份就是一个鉴定人，所以我们鉴定人要从案件的受理开始。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委托人。报告。哎，欢迎！老师好，欢迎！老师好，终于把你给盼来了。最近这个在做一个法医入职的这样一个节目，精选了5个实习生，他们在实习，全程参与这个鉴定工作。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受理案件大部分是公安给我们的案件，对，所以我就希望你来帮助我们，然后呢给他们一个是协助指导。就咱们这个节目呢，跟我使用自媒体写小说的初衷是完全契合的。荣幸能够回来加入到这个节目，荣幸跟老师一起呢，能给实习生制造一次印象深刻的考核，能对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产生一定的影响。我觉得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真的好。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不能这么说，哎，是不是你的责任？别动手！别动手！什么时候说话啊？别动手啊！别动手！别在这儿闹啊！干什么？你怎么了？你指谁呢？闹到这儿来好看吗？跟你没关系，你不要捣乱，叔叔。别吵了。大家可以把情绪稳定下来，再和我说话吗？你说话算不算数啊？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场景。这可是得激动啊！一定不可能，30多岁摊上这种破事儿，但是肯定不可能，因为这个问题，我说的全都是真话，是他们说假话。哎，气死我了！叔叔竟然把遗书写给了一个热心大婶，他跟老头关系还挺不太一般的。大叔跟那个老头之前产生过一个很大的争执，结果在送去医院的路上，心跳没了。不要犯罪。本节目由一杯叫醒早晨，咔咔迈入职场的雀巢咖啡赞助播出。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天气明媚的一天。哎呦，又上班了。来了，哇塞，你又来了，我又来了。来了，那我们正式开始本期的考核朱莉卡的任务。好，考核朱莉卡1，法医的杀手锏 DNA。它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身份证，也是无处不在的重要证据。以其特有的精确和指向性，在证据链完备的情况下 ，DNA 可以帮助划定侦查范围，确定甄别犯罪嫌疑人依据，在刑事案件的侦破等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上一案的考核结束之后，鉴定中心收集了各位助力团成员的 DNA， 现在鉴定的结果就在桌上的文件夹当中，猜猜每一个标签背后是哪位助力团成员的 DNA 吧。哦，我说呢，上一次我们结束之后，吐沫，对吧？对，就是收集唾液嘛，收集唾液。哎，但是要提前在这里跟所有的观众们交代一下，就是 DNA 的鉴定呢，一定要在有专业资质的机构才可以做。我们接下来基于 DNA 报告进行的标签猜测，在实际的司法工作中不能作为任何的科学证据。基因和后天的表达只有相关性，并没有因果关系，并不是因为基因会决定这个人怎么样。我们要向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表明这件事情。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我很好奇你们的这个基因里面的东西，因为还挺准的。反正我测的话，很多是挺准的。好，哇哦！第一个，谁的强迫症基因最强？肯定不是我。哇，你的太强了，好吗？我其实还好，我其实没有那么强，我只是有的时候不是，最起码我们都没有那么明显的表现。
我觉得应该也是志成哥。哦，那我就勉强的承认一下吧。哦，是我吗？这是刻在 DNA 里的，这没有办法了。我有的时候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可能就是基因上面。因为太明显了，上次录节目弄那个桌子，就所有的书就是要摆好，要对摆好。我自己感觉我自己不是很强迫症。但是我们就能感受到。哦，太狠了，这一定不是我。谁的绝对音准能力不明显？绝对不是我，这一定不是我。这是说唱歌跑调的意思是吗？对啊，就绝对音准的能力不明显，就是能力没有那么没有技巧能力，没有绝对音准。不可能，我现在就可以给大家开一嗓。来，你唱吧。来，来，3、2、1。看不见的下。想我怎么睡得着？好，我来。看不见，看不见，人不能笑，人一笑就啊，好。没事，为什么不笑？看不见你的笑我，你的笑我怎么？周雨彤，周雨彤。我虽然没有绝对音准，但是我听出来了。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因为我听我和老师唱的是一样的。所以这是典型的不明显，就是你是不一样的。OK。这个其实还是颇具娱乐性的在聊这些话题，但其实 DNA 在很多地方，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法医鉴定当中一定会使用到的。但同时呢，在法医的工作当中 ，DNA 有着绝对的不可替代性，特别是在亲子鉴定当中，它让无数人明白了事实的真相，也让更多的亲人千里相聚。因为我们之前肯定在网上都关注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动，叫做团圆行动。在微博上也好，或者在网络上也好，太多的人参与其中了。它是公安机关开展的查找被拐失踪儿童的专项行动，就是依托法医的 DNA 检测。那截至2021年，全国累计找回了1万多名失踪的被拐儿童，在湖南省找回失踪被拐儿童538名，湖北省有431个家庭因此实现了团圆。那么依托这个打拐 DNA 系统，公安部开启了为期1年的团圆行动，累计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8307名，充分发挥科技支撑，开展部团圆行动署在全有苗省公安机关全面查找并8365个孩子被捕。所以这件事情就像我们那个物证柜上写的，科技为正义服务，是的，也希望在这个行动未来日后的发展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多的家庭得以团聚，然后呢，让人口拐卖、儿童妇女拐卖这样的事情能够越来越少，销声匿迹。是的，让这些坏人无处遁形。是的。想要保持好一天的工作状态，早上先来一杯雀巢咖啡，香醇提神。我拿在手上的这个徐子彤的一张纸就是这么一张纸。死因的分类有小的错误，你的结论与本人的选别又不符合，然后呢，你的死亡性质的这个分析没有条理，所以你得到的分数只有63分，表现得不尽人意，所以你得到的分数只有63分。
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之前的那个就是得分特别低的这个作业吧，我没有认真的去完成，所以我检讨也是希望老师能继续对我寄予厚望吧，不要因为这个对我产生什么看法啊，也是确确实实的应该说句道歉。于老师好。好，坐吧。哦，好的。哎，姐姐，是怎么了？没咋的，就是想近距离接触接触老师。看到你写的东西了，不好意思，很感动的。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总结一下，是非常必要，但是没必要说检讨。检讨这个事情也提得太高了，就是可能就是每次做事情的话，你就按照那个程序流程来做。就是出现的是这个机械性的工作，我让你做几块，哪个都要做到位就做到位，可能你做到位没什么意义，但是万一100个里面碰到一个有意义的，那就是很那个的。可是，在这个事情要到法庭上去后，那就各种利益要博弈，那你这个头没开啊，对，这个没搞啊，其实这个肯定就是个绝对致命伤，他就承认你没做，你的规定没做，我就找你查。所以他打程序这样的时候，打的你就是很头痛。对，虽然现实是这样子，但是我努力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这是保护自己。明白。就是这两天压力比较大，有点再一个就是也总跟身边这同学朋友比吧，然后就我们这批基本没就业就我，就你，对。就是我就想听听您讲，就是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您怎么去做的抉择？93年，今年是多少？28、9，就相当于27岁就在教研室里面，都不想读书那时候，到没办法了，到了87年读了硕士，读了硕士1个月，当时生活费70块钱，3年。然后读完了90年毕业了，留在学校了。结果到了91年，我们的黄光照老师第一次招博士，找了个做我工作，说你再读吧。哎呀，我说太穷了，不读吧。他说你可以拿全工资，我说拿全工资怎么样呢？1个月100块钱，又读3年，读了3年就相当于到了94年，那反正也是很苦很难熬，3次写退学申请。我87年结婚，91年才生的小孩。要是生小孩又要养家糊口，还要读书，压力大得很。然后呢，我的工资呢，就1个月100块钱。可是我中学同学，那个时候工资多少？500、600、700、800。觉得特别失落，然后你说对。我是认为人的这一辈子就是一个正弦波。当你低谷的时候，一定会高光出现。对，所以有的时候不要以为我这个低谷了就不行，你总会有一天会上到一个顶端上去的。其实你那个从我知道的得到评价还是非常好的，你就踏踏实实的，是吧？就是法医这个行业，包括这个像临床这些手艺的，是吧？他只会越走越厉害，所以30岁之前还是打基础的时候。其实你们这些人，拿出去各顶各，只是你们现在还在这个高压环境下，只看到自己的不足。你只要坚持，就会有希望。你要放弃，那就啥也没有。不能放弃，那不能放弃。辛苦老师。好。
说一下，现在是要准备第3次的考核了。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以后的身份就是一个鉴定人，所以我们鉴定人要从案件的受理开始，一直到最后的鉴定报告文书形成，整个过程都要全程的穿在里面去。这次考核难度会更大。死者呢是被人推搡倒地，10几天以后呢，在家中突然死亡，所以他死因不明。那么各方呢各执一词，争论激烈。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你的责任？我说的全都是真话，是他们说假话，一定不可能。这就是讹人。今天你们首要任务是要跟当事人进行有效的沟通，获取有效的信息，进而确认他的死因。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委托人。你好，你们好，你好。哎，您好。我俩是鉴定中心的工作人员。您是这个案件的委托人是吗？是的。那您先签个字吧。说一说当天是哪个情况吧。看大婶那兜里还放了一包针管，我也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这是我去喂流浪狗、流浪猫。大叔跟那个老头之前产生过一个很大的争执。叔叔去世前说有人要弄死他。我们这里呢有这个鉴定人的告知书，还有一个协议，委托协议。你们最后是要跟这个当事人要签上一个协议的，听明白没有？好吧，然后你们把这个要抓紧时间把这个稍微看一看啊。好的。这有5份，你们1人1份，分发一下。是。啊，好，那你们就要准备啊。好的。老再见。怎么跟那个当事人沟通是吗？那就过去让他签个字儿就完了。他可能并不了解，就是我们的鉴定的方式，对我们的能力范围是什么？行，那我们就根据这个告知书来回答他呗。应该是。咱们现在去楼底下进行下一项任务。1楼的资料柜。怎么一个人都没有？资料柜。侄子是郭俊辰，已经分好了是吧？隔壁大叔齐思军。好。我是店老板，热心大婶儿周雨桐。给你高兴。来。仔细阅读案情资料，并装扮属于自己角色的物品。侄子是有一个程序员背包，然后热心大婶是花袖套和花围裙，店老板是腰包和名片夹，然后隔壁大叔耳罩和遛狗球。什么东西？耳罩和什么？遛狗球。带来一个最时髦的大婶。侄子。哇。所以大婶今天是拿炒菜的油抹了下头，感觉还不错呀，大婶。是吧？大婶很 fashion， 还挺 fashion 的。你在干嘛呢？哇，秦老师，老师好，很好。哇，秦老师，老师你来了，你怎么不跟我说？不敢不来啊！不来他要带着刘老师去揪我耳朵，吓坏了，所以我赶紧就来了，正好趁着周末嘛。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档节目是科普性质的，跟我做的事情还是很像的，写书、拍剧啊，其实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咱们法医这个职业。一是要提高我们老百姓的法治意识。第二个，提高广大网民的这种谣言的免疫力，所以我们这个节目任重而道远，我们是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然后第二个呢，司法鉴定机构它是只接受公检法司的委托，不会接受个人的委托的。所以呢，你们缺一个公安法医来带你们来一起来委托的这一个角色，所以我也来填补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是公安法医带着双方，有一方是比较跟这个死者比较亲近的，还有一方呢，这个跟死者可能是有一些矛盾的，这两方可能就会发生一个冲突。那么我们今天考核的呢，就是一见面，我们的实习生，今天也就是我们的司法鉴定人，跟家属见面了以后，如何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对。我们今天呢，其实就是来给大家上演这些闹剧，看看实习生们如何去接待，如何去处理，如何去化解形形色色的人和形形色色的这种不同的情况，主要是考验他的情商。听我说，这些时间你不在，你不知道发生什么。吓死了！好了吗？你们？走，他快走了。他快走了。跑起来！多久啊？别吵了，吵啥？那我们就分开吧。来，你们过来。今天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对当事人到这来闹事的人，或者有纷争的是常见的事情。所以你们各位接待的时候、处理的时候，要想方设法的让他平静下来，尽可能的去了解当事人的这个诉求，了解案情。一会儿是这样的，你们5个人分成3个组，然后呢，一组一组的进去，跟2个房间的当事人问询，每一组每个房间限时15分钟，下面你们就自由组合。我们俩没有合作过。行，我俩可以。你看，那我一个人吧。你一个人行，然后呢，希望他们把那个资料签上，好吧？现在就可以了，就直接进去吧。你好，你好，我俩是鉴定中心的工作人员。啊，你们好。哎，你好。我们先冷静一下，好吧？你们好，您是这个案件的委托人是吗？是的。我得先交给这个委托机关。您如果提供了不实的信息，条他有不会偏袒任何一方。死亡当天你在他家中吗？之前有生过什么病吗？我怎么称呼你？我是公安局的法医，我叫秦大明。秦警官您好。你好。那委托人是？这是我们公安机关。公安是吧？那您先签个字吧。好的。其实接待委托鉴定这个前期的询问工作也是同样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人的死亡的过程，对于他死因的判断是起到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作用，对解剖工作也是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所以千万是不能放过这样的信息。这个大概是怎么回事呢？大概就是一个人，被人推了一下，然后回家感觉不适就死了。我只是想跟他产生一点距离，我就轻轻推了他一下。我是店老板，当天呢，他家老头突然跑了过来。他在这修理电视机放不出来啊。我修好了才走的了。我说不行，我退款。他就这样拉着我，一直扯吧我，然后我就轻轻推了他一下。老头倒地上了。过了10几天以后，这老头死了。怎么可能轻轻？这不可能轻轻的一推，一定不可能。我是侄子，我在城外上班，跟叔叔格外亲。我接到电话的时候说叔叔已经不行了，是这个大神打过来。当我赶过去的时候，叔叔已经去世了，猜测被店老板推搡一下造成的死因。我看见了，好多人都看见了，就是推的。我是一个大婶儿啊，出生在农村，觉得老头人挺好的，我就老跟他玩。有一天我去看这老头的时候，这老头他就不行了，我就赶紧报的120，我就觉得是店老板的问题，因为这老头跟店老板吵过架。你说这是不是讹人？这老头我看过他很久了，他这就是讹人！我的天哪！我这个隔壁大叔养了一条金毛，把他当我的亲生儿子。但是呢，我隔壁这老头老嫌我家狗在乱叫啊什么的，天天和我吵这事儿。有一天呢，我听说老头和这个店老板吵了一架，从那天之后，老听见他在屋里面咳嗽、呕吐，后来还是走了。那么
对于这个死亡原因呢，我们警方希望你们鉴定机构能给予我们一些帮助。好，现在呢，我有15分钟的时间，你可以跟这个他们沟通交流。现在开始计时了啊，主要是你跟他们来交流。好。你们能说一说当天是怎么一个情况吗？是这么个事儿哈。操的是口干舌燥。就是那，我也口干舌燥。你们还是要表现出情绪激动的样子，然后看他们会不会倒水啊，这个是最起码的一个接待的礼仪。如果他不倒的话，你可要给一些提示。我就咳嗓子，哎，吵得我嗓子好疼啊！这种。吵得我嗓子都干了。哎，我跟他吵，我嗓子干了，他是不是要给我医药费？我给您倒点水啊。给您倒点水。我也不是说要喝这里的水嘛，我就是嗓子不舒服。要喝水吗？有点烫，慢点喝。来说吧。具体的过程是这样的啊，那天呢我在上班，然后呢接到了一个电话，说这个我叔叔快不行了，我就非常着急，就坐了高铁啊去看望我的叔叔，希望能赶上最后一眼嘛。结果去的时候，人不在了。对的，已经不在了，这个人。就是那个人弄的，就是那个戴眼镜的那个小伙。好，您先别着急。那边说的就是情形的一退，怎么可能情形？这不可能情形的一退，一定不可能。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对，而且他也赔了好多小区，好多人都看见了。对，而且大家要赔钱，稍等，后来就不赔了。好，稍等，但是您要相信警察叔叔。警察叔叔能把你们送到这里来，就说明这个事里面是有原因的。叫叔叔嘛，我都好大了，我还叫叔叔。我都55了，还叫人叔叔。就人民警察，相信我们的人民警察啊，他们把你们送到这里来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我们永远相信警察。对，所以我们愿意帮助你去还原。他为什么会突然去世，好吗？那天就是他与那个店老板，你说的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吗？就当时呢，是这个我叔啊去这个维修这个电视机，结果呢就不知道怎么的哈，俩人好像没说明白还是什么情况，就推我叔，推完之后我叔就摔倒了。推完以后就不舒服了。那您叔叔之前身体怎么样？好得很，身体特别好，好得很。就是会抽点烟你应该知道抽烟对人体是有害的吧？哎，他最近在戒烟啊。对呀。最近戒烟。是这样的。哎，我这边有几个问题哈。那生前有没有吃过什么药、中药、西药，甚至于去医院住院的一些门诊单呀、挂号单以及影像拍的片子？哎，都没有呀。身体好得很。之前有生过什么病吗？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啊？我1年前带我叔去体检，医生说呢，他有这个轻微的冠心病但是不打事儿不要紧。您知道冠心病它是会发作的吗？它是有这个死亡可能的吗？但是肯定不可能，因为这个问题。就是吹的，小伙子，就是吹的。你莫要再担心他身体莫有问题，就是他推的。你这说的我都起鸡。你知道怎么推的吗？我看见了，好多人都看见了，就在大街上他推他，好慢的，老李、老张、老王都看见了，都看见了，这个是事实，他也承认了。我把他扶起来的，我把老头扶起来的，老头真的是推的好不舒服。他倒地之后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反应？他站起来之后感觉怎么样呢？哦呦，哪个年纪大了的人被推下去之后不难受吗？他肯定是难受嘛。他是什么地方着的地呢？就你就轻轻一推，他倒地了。这肯定是脑壳嘛！你想都莫要想嘛，你肯定是脑壳嘛。您看，终于来了，久等了，可算是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啊？现在我们您可以说一下您的具体的身份还有名称给我介绍一下您的基本信息吗？你好。
哎，这个是鄙人的名片。哦，名片哦，好的。我就是半大老头，没什么名片啊。哦，好的，你们就叫我隔壁大叔吧。好的。因为我们来这边的原因就是解决问题，对吧？那咱们这边可能会先提到一些问题，你们这边呢就要如实来回答，因为我说的全都是真话，是的，他们说假话，他们在诬陷我，你知道什么叫诬陷吗？我们后期会根据您给的材料进行一个鉴定，我们是非常公正的啊，请您相信我们，不然也不会来到这里。给人好好说说，给人好好说说。你好，我是这次鉴定。刚才那两个呢？刚才那个小伙子和那小姑娘。我是来负责了解案情的。了解什么案情？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了解什么案情啊？我要走了，现在几点了？大家可以把情绪稳定下来，再和我说话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场景。行吧，赶紧问。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先跟我说明一下吗？你好，我们是这边司法鉴定所的鉴定人，来找你们聊。鉴定你好不你好的，你等半天了，你连个水都没给拿上来，能不能给倒杯水啊？先讲完吧，讲完再倒，别着急。我们这也不是什么餐厅。两位警官，这个是我的名片。哦，你作证是吧？既然都来到鉴定中心了，也讲一讲大致怎么回事吧。来都来了，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先跟我说明一下吗？啊，请您相信我们，给人好好说说，给人好好说说。我先把这个事情简单的跟你们说一下。当时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也看到了，我是修家电的啊。然后那天下午呢，我在我自己店里面工作，我就干活。但他们店生意还不错，他们这个店生意今天一天接了7单。对啊，这真不错，我的天哪，这赚的还可以。要不是今天下午来这儿，我去干活的。对，但是我就浪费人一旦有钱，就容易被人给盯上。你看看这种事儿，就是你摊了这种破事。你不能开漏富，我真的想我之前给你讲过这事儿，对不对？你想这事儿人家笑你，好的，别笑你。稍等，次就修好，一修好就能用很久。好了，大爷，我们主要是想先了解过程。我有很多事情要干的，我天天我还要进货，我要出货，我还要去赚钱，我事儿真的很忙的。然后那天他家老头，他们2个人太耐心了，加上旁边还有一个干扰的，在不停的在这样，基本上失控的状态。情况是这样的，当天呢，他家老头说能不能给我家修个家电，然后我给修了一下午，好不容易给修完了，老头也挺满意，快下班了，老头又跑出来了，跟我说，哎，你修的家电不行啊，你家电怎么又坏了？然后我就说，我再给你修好不就完了吗？对吧？老头不愿意，老头说你直接退钱吧，我给你钱你退给我，那我怎么可能赔钱？你起码得让我看到你这是坏了，我才能赔钱吧？是，他不愿意，他就这样拉着我，一直扯吧我，你知道吗？你看这谁受得了？然后就开始掏钱，就找我要钱。我说我这不是明抢吗？这不是，对不对？明抢了。往后呢？然后我就轻轻推了他一下，然后我一看老头倒地上了，我先过去把老爷子扶起来吧。我刚过去，老爷子已站起来了。他站起来之后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没有异常，什么异常都没有，骂了我2句走了。哦，骂了2句就走了是吗？对，他就走了，就是碰瓷儿了。我跟你讲，那老头就是想碰瓷儿。所以他摔倒之后有很明显的受伤的表现吗？他自己爬起来了，然后他走了。然后我一看，这不也没什么事儿吗？然后后来过了10几天以后，这老头死了。他这个侄子跑过来跟我说，我的叔叔死了，你推了他一把，就是你杀的。来这里就为了解决问题啊！您肯定也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对不对？是啊，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做到这样。然后您尽量啊，还有什么信息能不能提供给我们？就是关于老头的家人，或者说老头以前的身体情况，或者说老头在村里的人员等等。之前认识他的时候，他有没有自己哪里不舒服啊什么之类的？有，你算不算这？哎，你这个小同志看着年龄不大，还你回答问题就可以了啊。其实这个人，我怀疑他肺有问题，每天都在咳嗽，就他一激动他就开始咳嗽，这人肺有问题。那你说他死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好，不好意思，我们这里先不要录上啊，可以先关掉吗？不是啊，我就拍了，我又不给谁看。那你也得留点证据吧？记一下呀，对不对？记一下。你可以先把手机关掉吧，我先问你一些问题。不是，现在警官就在隔壁，你要是不把这个删掉，警官一会儿就过来，你也不能走。那我。谁也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啊！那你删掉。那一刻的震慑力是非常强的，它是一种职业的震慑力，因为在这个场合不容胡闹。那一刻他的勒令制止，让我觉得做得非常好，让我很直观地感受到这是一位执法者。所以你们要配合我的工作好吗？
所以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艺玲其实也是很有威严的，特别是当她一个女生坐在这里的时候。但是我们也会考虑到有一些就是损伤发生，她可能要之后才会表现出来。我今天推她一下，80年后她死了，那她是不是还要找我啊？就是碰瓷儿了，我跟你讲，那老头就是想碰瓷儿。如果她真是讹钱的话，我们一定会坚持公平公正的。他们给你提供的信息都是带有自己的主观性的。作为一名法医，我们对待所有的提供案情的人都要保持公平公正的心态。具体的情况，我们还是需要等到报告出来之后才能做具体的判断。我们这边初步的判定的话，是因为你的叔叔被人推了，对，然后他24号的时候被发现在家中死亡，对，然后你们是怀疑他是因为推这个事情导致，因为推导致的这个问题。但是鉴于他自己本身有基础疾病，所以说我们这边会秉持一个公正客观的态度，对他进行一个尸检。解剖？是的。那不能尸检呀，这尸检都把人都……啊，那不行的呀，那不行啊。这个二位看一下来。那不能尸检呀。你看这看不懂。我跟你说，不能尸检的，尸检要命的。您是委托人吗？您了解一下。我已经跟他们说了，得你们来做的工作。然后这些当然需要您的同意啊，我们才能进行。但是我们不能向您保证啊，就是我们在进行检查过后，还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不是非常完整的呀。那不行嘞。我建议就是说哈，因为是推的，所以呢你就不要动刀，你就看是吗？但是现在的医学技术还没到那个程度。你们是有什么禁忌吗？就是有一些就是小姑娘真的是不懂哦，这就是你自己愿意，你家的亲人就解剖吗？我们都不能理解的。做群众工作的这一点上，他要有非常高的情商，这个是很重要的。毕竟是死者家属，他什么样的情绪我们其实都可以理解。有的呢，确实是对法医的工作他是不了解，也有一些是受着几千年的这种封建思想的这种禁锢啊，他可能对死亡、对尸检这种工作，他表示极大的排斥。你首先你得知道他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然后对症下药吧。我们非常尊重这个死者，那你就看一下行不行嘛？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为他讨回公道，我们是必须做这样一个行为的。我们这边呢也会遵循您这边的要求，先看不出来，我们会进行下一步的一个科学检查，因为咱这边生前是有冠心病的，我们要做一系列的一个病理分析。首先，你们要搞清楚，我们做尸检的目的是想帮助你们查明你舅舅的或者你好朋友的死因，来帮助你们搞清这个事实。我觉得这个对你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在你们今天的诉求过程中，我也听到了你们的渴求，就是你们很想弄清楚你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店老板推的。所以说，我们做尸检会秉持一个公正客观的态度，最后希望能得到一份公正的答案来给到你们。情绪激动的死者家属是很多的，你要看你怎么去让他情绪降温，这个你需要有这样一个情商去识别。你说的话你不去刺激，当事人的家属，你已经获得的信息你不去随意透露给当事人的家属，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让他们的情绪降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处置的一个方法。为了证明叔叔这个是被他们害的您需要一个等待，然后您也不要去跟他们进行争执，没有用，他们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你们也觉得我们说的是对的哈，就是他们推的哈。不一定，你也是站到我们这边。不一定，我是想你情绪平和一点，这样事情才能解决。他们是好人，他们相信就是那边推的，他刚刚说的，他们就是坏人。没有，我也没事。他们就是坏人，是不是？没有。既然我们都来到这个司法鉴定所，那么我们就要相信科学。我们来这边是解决问题的，那我们就要心平气和的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边的话，我们家属这边还有什么要求？我人可以去现场看吗？现场看，您可以现场看，但是您不能打扰我们工作，不能干扰到我们工作。总可以录像吧？录像也不行。这样的话需要经过我们的同意，也不是不行，需要经过我们的同意。私自是不可以录的。那录像也不能录，拍照总可以吧？因为我们拍照可以进行，并且最后可能会呈现在报告中。
但是不能由你们来进行。要不你就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先给我看一眼。我得先交给这个委托机关。我们是家属，我们应该有第一时间知道的权利。对，但是对接我的这位是我的委托人，这是我的第一对接人，所以我的信息必须第一时间给到他。那你们说啥子就是啥子喽。就如果你们有任何异议的话，是可以提出再次鉴定的，也可以找别的机构再做鉴定。如果你觉得我们工作过程中有违法的或者不符合道德的，你可以通过相关部门来，可以走法律程序投诉。可以走法律程序的。你得相信法治社会，相信法律，相信法治社会。我们也会遵循咱家属这边的一些要求。我们先平稳一下自己的情绪，好好我没感觉。我们需要互相了解情况，才能做出最终的判断。解剖啊，尽量从大体上，就您说的啊，用肉眼看啊，就可能看出来。我们也很希望这样。冠心病，我们可能会对心脏做一个比较，就是着重的一个检查吧。好。辛苦了，谢谢你们啊，辛苦了我。哎呀，这阻力好大呀！这位女娃娃长得真漂亮。你咋是干这种工作的啊？你有男朋友吗？长得真的是好美哦。屏蔽掉。 15分钟到了，不好意思，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走，我们上楼去。那我们就上楼啊，走。2楼就是实验室，3楼是办公区。啊。然后我们到这里面，这是他们的几个战场。好。哎呀，好暖和，好暖和吧？好，我们开个会。好的，好。哦。怎么了？还分开吗？搭档啊，一个搭档，好，借这个机会正式的把秦明老师再介绍一下啊，因为确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能够把他请到这儿来，然后呢，我们用掌声对他的到来表示感谢。秦老师，好，敬个礼了。这些疑点我们都解释不了，但我认为只要有疑点存在，公安机关就有权决定解剖。我是秦明，我是秦明。秦明老师一下子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又开始紧张了。 因为他也是我的偶像之一，他的小说以及其他的作品，以及他各种采访都有在看。就是见面的时候，可能第一眼还不能认出来，毕竟是一个就是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在你面前。见到他的感受好像跟见到刘头的感受是差不多的，就可能厉害人都是这样吧。你会越接触越发现他越是求真务实。法医秦明能见到他其实也很难，所以说就是很想把握住这一次宝贵的机会吧。 希望能从秦明老师身上多学一点东西。我还是想讲一个你们对秦明的印象。除了胖不能说，其他都可以说。对，胖已经不能再说了。从曲一宁这边开始，我真的非常感谢秦明老师，就是现在法医能够被大家这么熟知热爱，就您的功劳功不可没，所以我真的特别崇拜你。我是在众多的这些人中间做了自己该做的吧啊。您给我的印象，本人很亲切。 很和蔼，也不胖。镜头显胖啊，观众朋友们。很多的师弟师妹都是说，是看了您的书，然后就是有了这种梦想啊，就是想去做一个法医啊，然后想去进入这个行业去实现。我觉得就是您确实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啊，没有。其实我们国家的法医开展的不晚啊。从目前可考的这个情况来看，应该是我们是最早的。 除了这个七星官啊、仵作这些从事法医类似的工作之前，在先秦时期还有令史。我们在《睡虎地秦简》的封诊室这个竹简上就已经看到我们有尸检的记录了。宋词我们大家都知道，《洗冤集录》第一部法医著作，全世界的在我们国家，是我们国家的。所以说，我们应该以我们从事这个行业为豪，是我们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法医为豪。对，好，这个秦明老师来了，实际上是非常难得的。那么，像我们言归正传，今天还是毕竟是这个考核阶段。下面请秦明老师就你们今天的问讯情况分别做点评。好，我来讲啊，其实，不管是公安机关还是司法鉴定机构，它都会面临到一个受理接待鉴定的这么一个问题。
这是必然的。今天的情况可以说，我们的助理团表现得非常好，就很大程度上还原了真实的接待受理鉴定的情况。但不是所有的鉴定都是这样啊，但也确实是会遇到有这样的。我先说第一组啊，第一组小刘跟小徐，我不知道你们是事先有分工还是就是一种默契，不仅是给我感受，助理团也是这样的感受，就你们俩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就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能不能给倒杯水啊？先讲完吧，讲完再倒。你要是不把这个删掉，警官一会儿就过了，你也不能走。我们做尸检的目的是想帮助你们查明你舅舅的或者你好朋友的死因。这个是非常优秀的一个配合，总体表现非常好。第二组是小象跟小陈。这个小陈，我得说一下，你是鉴定人。你不是居委会大妈你只需要在这种激烈的争吵中间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就可以了。你们太想去安抚他们的情绪了，就是他们说什么你们会有一个退让。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他们这个大婶说是就是他推死的你就说没关系，他们会受到相应的惩罚的。就是推的，小伙子，就是推的，他们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你们也觉得我们说的是对的哈，就是他们推的哈。不一定，你们也是站到我们这边。不一定，我是想你情绪平和一点。他们相信就是那边推的，他刚刚说的，他们就是坏人。你看这句话就立即就激起了他的一个什么反应？不光是我当时也第一时间就有反应这叫倾向性发言。就是我们作为鉴定人来说就是一定要站在中立的立场。就是我经常会说，我们法医要做到三点，一个叫不先入为主，不以己夺人。不偏听偏信，这3点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我经常在书里面不停的就强调这3点，就你不要去受别人的影响，因为你要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之上。行。其实你们这一组的优点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你给他们的告知的内容是非常全面的，就包括组织病理学检验，我们需要组织病理学检验你们两组都没有提到对。组织病理学检验我们知道是要摘取器官的并且要做成切片的，对吧？这个你不告知家属的话。到万一他看你去摘器官，他会觉得你偷器官是吧？真的有这样的事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第3组小曲，这个表扬不吝啬这个我在听完你的跟这个助理团的沟通以后，我一直认为你应该是一个接过鉴定的老手，这个是给我的这个直观的感受，是因为你的层次逻辑是非常清晰的，也是最不受家属情绪影响的一个人。就是我并没有去迎合你的意思，我反正就告知你我该怎么做，你做不做吧？你们这要不能当证据，那我们来这儿干什么？我们来争了1下午了。我们的鉴定是可以作为证据的，但是还需要警方采纳。做任何鉴定都是需要这些必要的流程的。如果你们想要为他争回公道的话，这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一个鉴定人应该有的态度，有理有节我们也有我们的尊严。鉴定人。我们的背后是法律，是鉴定规则，有法律和鉴定规则撑腰，那还有什么可怕的？但是也有瑕疵就是你更侧重于去告知他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对案情你们应该怎么配合，你对案情的这个了解就偏弱了。比如说，对于他死亡前后的过程，怎么送去医院的死亡前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你是没问的，你是一开始你想问了，但很快被他带歪了，带走了。其实，接待委托鉴定这个前期的询问工作也是同样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人的死亡的过程，对于他死因的判断是起到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作用，对解剖工作也是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所以这个千万是不能放过这样的信息。好，就这样。刘老师，好，我就想讲一个事情，就是我的体会的经验的话。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那我怎么办？首先，你们都有问题，就是进去没有自我介绍，身份亮完了以后，让他很严肃的来对待这个事情。第二个呢，我觉得如果两方在闹来闹去的，是吧？这个及时的制止他，请你一个人说话，这个人你不要说话。以后在这个上面要有自己的这种魄力。毕竟司法鉴定人还是代表一种身份，不是让你来胡闹的这个地方，是吧？再就是收集信息的时候要针对性，整个案子大概你们的预判是个什么情况，它会走向什么地方，
然后在这个时候你要注意该获得什么资料或者什么情报。整个来说，第一次能够做到这样还是很不容易的，有些人呢就懵了，真的是。这个祝贺大家在这个上面获得了这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印象，然后呢，你们还是有机会回去会把这个协议书、告知书还是看一下，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司法部统一的模板。来，接下来告诉各位什么情况？考核助力卡3。从鉴定中心走了之后，你们得知需要30个工作日才能出鉴定结果，但当下大家对于大爷的死因很关心。侄子和热心大婶呢想回大爷家看看他生前到底经历了什么。店老板和隔壁大叔表示希望一同前往，于是你们一同前往大爷家，想看看能不能找出大爷的死亡真相。出发，我们走吧，走去看看。我们一定是秉承着不破坏任何的和考试现场和案件现场相关联的地方来进行这个活动。哦，这应该就是我上次修家电那个老头的家里。来，这，朋友们，出入平安。我这挺会生活的，我看看这都是什么啊？这啥呀？不知道，一个旧纸。有没有记载什么东西啊？没有，啥也没有。这药你们能看懂吗？都是治咳嗽的。哦。这也是包的药，中药。全是中药。看老头垃圾箱里都有啥呀？中药，你看，这都是中药。天哪！全是中药。这里有一个门诊的病历，上面写的是邓大宝有气管炎。哦，你看这个是吸入式的药物，一般是有哮喘的病人。你看看，全是烟，他有多少烟啊？他有肺病，他还抽烟，好家伙！哎，这里有一个本儿，好像是个账本，上面有一个湖北小吃结账单，16块钱。几号的？2021年10月2号。10月2号。哎，他说不要香菜。大叔不吃香菜，为什么桌上有香菜呢？不吃香菜，桌上有香菜。那这是什么？这是我送的香菜。他不吃，你送他干什么？我就是他临走那天，我想。你别慌，语气别结巴。哎，这位大婶，我如实招来，感觉不对劲儿啊！如实招来，如实招来。不是。说怎么回事？这位大婶。不是，哎，我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儿呢，你有没有想过？他不要香菜，不代表他吃香菜就会怎么样？哇，朋友们看这个报纸，某某日报健康板块，某地域居民吃了香菜后过敏，导致过敏性死亡，提醒各位居民啊！大婶儿，不会吧？存疑啊，存疑。他这个里边所有的东西都不要香菜，然后12月1号他买了90块钱的牛肉，为了来给我吃饭，就请我吃饭。天哪，他为了你都这个程度了，你喂他吃香菜。然后我们这个下面呢有一件事儿，把尸检的东西给你们看一看，需要你们自己去判断识别。这是什么？肺，对，它有那个小点，小黑点，各种那么多血管嘛。老头就是爱抽烟，没有错，但抽烟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肺，我们到以后关注。好，再往下看看。啊，这7道，这里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啊？这个好好看一看有什么东西啊？中间那坨黑的嘞。左边那黑的，上回道的那个。至少不是那么干干净净的啊。心脏。这张图让你们看什么呀？我叔叔呢有那个冠心病哈，冠状动脉。冠状动脉能看上吗？这蓝，这个颜色就。难道是下面那个血？可以看到很多，有出血点啊、大小啊、心包积液啊。这是冠状动脉。冠状动脉。这个好好看一看有什么东西啊？动脉粥样硬化。对。哎，朋友们，好，遗书。哦，
本人邓大宝现有遗产房产1套，银行存款15000元。本人100年之后将以上财产无条件赠与热心大婶儿。感谢大婶儿的热心帮助与照顾，邓大宝。就是因为你想提前拿到这15000元的巨款，不，有可能是侄子看到了这个遗书，不想让大婶得到这笔钱。不至于吧？我小的时候跟大叔的关系特别好，特别爱大叔，怎么可能下得去手？这没有这个人物，也没有这个动机啊，可能只是猜测，现在也只是猜测。对，哇，咱们2个都边缘掉了。大婶儿的确有作案动机，为什么呢？因为大婶缺钱，他儿子瘫痪啊，这段时间呢，他儿子又因为身体的各方面原因不太好，他又要回去照顾他儿子。那大婶的确可能要钱心急，但是他作案动机不成立的原因又在于，我觉得大婶跟他私交那么好，如果真的不行，可以借钱。是的，你懂我的点吗？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存疑的地方，但是也有可能是像你们说的，比如说侄子缺钱，知道自己也不排除侄子的这个可能性，因为他无亲无故嘛，他就这个侄子看到这个也许很气愤呢，觉得说，哎，我养你这么多年，然后怎么着，也是有可能的。反正现在确实咱们俩的这个动机，我们俩的动机最大的。今天晚上你们回去就好好去要整理一个思路，别拿总结了，好不好？好的。那我们就到这儿啊。好，辛苦2位老师，给你们自己鼓个掌啊，非常棒，非常棒。谢谢2位，谢谢2位。本节目由一杯叫醒早晨，咔咔迈入职场的雀巢咖啡赞助播出。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加班。哎，刘头。哎，子彤，你们现在在哪里啊？我们现在还在办公室。哦，这样正好。我有一个包裹，它寄到这个中心来了，但是很大，我搬不上去。你一会儿要不叫一个人下来把这个东西搬上去？我一会儿还有事，我马上要离开。啊，行，我知道了。那我就先离开了，拜托。客气，那您忙吧。好。谁敲门啊？有人吗？哎，来了。有人吗？啊，请进。哎，你好。你好。实在不好意思，这么晚又来打扰你们了。哎呀。小姐姐嘞。你好，先坐吧，各位。没事，站着。主要是今天我们一回去，我跟这小王一合计啊，有些事儿还没说清楚，我们总心里放不下。刚才呢去了那个老头他家里，我们这边搜到了一个老头家的一个线索，他自己写的一些信啊什么之类的。对，因为是这样，咱没跟人同事讲清楚这事儿，然后觉得不太合适，想着说，那我们自己准备一点资料，我们又整理了，然后呢，心想着说，方便到时候你们可以到时候看一看。行，我们看看呢。是的。我觉得这个吧，我们案情我们会去主动去了解的，一些相关的资料我们会自己收集。即使是有些材料你们觉得可能对你们有利，但是这也是要通过合法的程序才会真正成为有效的证据。对。但是呢，我们就说我们再倒一个人，这最后还是到你们这儿来，何必呢？对不对？看有用的最好，没用，是这样的，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用。我们暂时性不知道你的这个资料是通过什么渠道来的。如果您这边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对接警方。就是这个步骤，我们还得按照程序一步一步来。哦，那我们就只能把这个给警方，让他们去传达了。看来，那行吧，那算了吧，那我们就耐心等待结果。你的水果我拿了。哦，这个也是给你们带点随便带点吃的啊，给放。这个是没有必要的，这个是。对，反正你们就留着吃啊。那我们先走了。别，走了，拜。辛苦啊，麻烦同志啊，谢谢。不能收啊，真的不能收啊。哎，留步。我觉得这个水果呢，这个不能收啊，绝对不能收。不行。
心留下来。我们知道鉴定人一定要客观公正，无论是再小的礼品，我们都是不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哪怕只是一个馒头。第二呢，就是我们鉴定材料是应该由办案单位调取，并且加盖公章，再交给鉴定机构的。那么私人去给的这个鉴定材料，那个肯定是不能够运用的，所以他们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要同时完成这2个对他们的考核。我们会把他们分成2组，一会儿刘老师会打电话请2男生下来，剩下的还在他们的办公室。这样的话，我们助力团也分2组。我们去准备，我们去准备。看上我俩真的是准备好事儿，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可以。哎，走吧。我们在这，我就打个电话了啊。好。喂，哎，子彤。哎，刘头。我有一个包裹，但是很大，我搬不上去，像空调。你一会儿要不叫一个人下来把这个东西搬上去？我因为还有事，我马上要离开。啊，行，我知道了。好，下来了。交给我们吧，让我们来吧，再来先藏起来。我觉得你可以先给鸡汤，或者你说里边有资料。资料对。你俩太明显了。好巧。咋样了？我忙着嘞。你先破的咋样了？这个也没有上头绪嘛。还有点小刺激。那你干嘛来了？给你个资料啊，你个资料你得拿着用。真的。这个是谁的呢？哦，你可以拿出点资料什么的，比如说放一些案件什么东西。但是这个是谁的呀？这是我给你的。是我侄子的呀，大侄子的。当时郭俊辰和周伟彤他们2个人来，然后呢，他们分别用这个侄子和大婶的口吻跟我讲话，然后我当时也发现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角色是在这个委托和这个鉴定人的这种关系之中，所以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合格的司法鉴定人，我应该就是义正言辞的拒绝他们，所以我当时也是这样做的。哎，过来坐，来给你唠唠。哎呀。你现在这个案件办的咋样？哎呀，也不能给你们透露太多嘛。那说嘛，你喝点鸡汤。喝鸡汤也不行，这个真不行。你 U 盘都能收了，你鸡汤咋？我也没收，我就这样拿着，我一会儿还得给他。你说一说，咋回事？等到出结果了，你们跟公安机关联系就行。肯定给你们一个客观公正的答复吧。这资料你拿去看看呗，对你有用。就别了，就大家一起看吧，也别我自己一个人看吧。你看我资料干啥？大家一起看吗？你还蛮好奇嘞，你这个人。哎呀。就这样吧。走了啊，走了啊，走了啊！哎，这硬盘给你。不要。老徐的警惕性非常的高，老徐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所以我们的策略表面上很成功，那其实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对。哎，你们好，刘老师，刘老师好，秦明老师。哦，好，秦明老师，来，请坐。你们好辛苦，我想问问是什么结果？这个太精彩了。首先呢，我们来的时候
给了他那个 U 盘，哎，给我的吗？很开心。哦，对，给你的。哦，给我这么好，就是要拿走。我觉得我可以了，我赢了，哈哈哈。你为什么给我这个？当时我想，我赶紧转移话题，然后我们就去聊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对，但是他很聪明的是，他会问说你们是谁？对，确实，你们是谁？你们到底是郭俊辰跟周雨彤，还是你们是侄子和大婶？没错。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反应的很快，真的很聪明。好巧，因为资料你得拿着用，真的。但是这个是谁的呀？你现在这个案件办的咋样？不能给你透露太多嘛。那你说嘛，你喝点鸡汤。喝鸡汤也不行，这个真不行。这资料你拿去看看呗。别了，就大家一起看吧，也别我自己一个人看吧。等着出结果了，你跟公安机关联系就行。下次就不应该这种，我们这么明显，就是稍微的。还让下次我可不扮成角色。没有下一次。你们这一波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俩这组算是半成功。对，因为前几期咱们老给人就提供信息嘛，资料，他们就会下意识觉得说我们可能就是又和以前一样，习惯了就拿过去了。但是旭姐这边也在说，一些相关的资料我们会自己收集，即使是有些材料你们觉得可能对你们有利，但是这也是要通过合法的程序才会真正成为有效的证据。我们暂时性不知道你的这个资料是通过什么渠道来的。如果您这边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对接警方。他只要能提出来，我不应该从你手上拿资料。提了，都说了。这个其实就是成功的，那就是成功的。那我相信这次一定会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他整个职业生涯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4个是彻底没什么好印象。因为现在法医的诱惑太大了，当事人为了保命，为了少坐牢，可以花大量的钱来贿赂你。对，传统上有时候也是对我们法医的形象也是很不友好的。文学影视作品特别喜欢把法医写成坏人，《水浒传》里面就是了，帮西门庆作弊的不就是仵作吗？武大郎验尸说是对吧，没事的，不就是仵作帮他验尸？当然到最后他什么下场呢？他最后被武松杀掉了。为什么在这些文学影视作品里面？喜欢除了法医秦明，就喜欢把这个法医写成坏人，因为他在这里好作为突破口，因为你只要法医稍微做个梗，你整个案件性质就完全变了，很重要的，对，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从我实际来看，法医本来就是一个很艰苦的职业，那么能在这个职业上坚持下去的，一定是热爱这份职业的人，热爱自己羽毛的人。所以测试这种效果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有这么一个结果。至少不会在这个事情上面让他们出现一个被淘汰的。对，这个既影响我们法医形象，也代表了我们学校很正。公声明，廉声威。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秦老师，刘头，老师，我跟各位鉴定人说一下啊，经过我们警方前期调查和现场勘查，目前这个案子基本认定是一起刑事案件，隔壁的有作案的动机。各位鉴定人啊，现在我正式代表警方委托你们作为我们警方的现场勘查专家辅助人，请配合我们警方对现场进行一个勘查。你知道对门的那个大婶的事吗？他跟那个老头关系倒是还挺不太一般的。叔叔竟然把遗书写给了一个热心大婶，我觉得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你里面装的是什么呀？水吧，我记不清了。
不要骗我啊！大叔跟那个老头之前产生过一个很大的争执。叔叔去世前说有人要弄死他，结果在送去医院的路上，心跳没了。我们今天这个案例考核是单人汇报。我想问他头上不有伤吗？对吧？对，跟这个伤一点关系没有吗？他的死亡没有看到你在报告里排除啊。其他死因是怎么考虑的？在你的分析当中有没有写到？致死量你查了一下，是什么意思？他血液内的含量是，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是2周以后才会死亡呢？刑事案件的话，你的嫌疑人是谁？不能定。今天出现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分数。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有人欢呼，有人孤独，感谢你曾与我在黑暗时刻共舞，一路前行，仰望星辰。也许告别，也是新生，走在微光之下，探寻生命的真。上微博参与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话题讨论，边看边聊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初入职场的我们官方微博，了解更多案件隐藏细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微博职场、微博政务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 QQ 阅读 ，WiFi 万能钥匙，百度输入法墨迹天气 ，YY 直播智行 ，Zakar 一点资讯，木鸟民宿。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人民。紧握双手，相依，鼓起勇气面对这潮汐。我会告诉我自己，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杀劫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宣誓人：向晴晴、屈艺林、陈实、刘朝玉、徐子彤。